好好的一个检讨会啊，谦虚一点，差不多就可以过关了。你倒好，变成了自己的演讲大会了，简直是自毁前程。你不知道吧？你前脚刚刚表演一番，后脚那个刘科长就把这件事儿直接捅到上级机关和岳党委那儿了。处理意见是不是到了？到了。郭泽健，你可能都不知道，鉴于你的综合素质，本来是要把一个副团职的岗位让你去代理的，原本等演习结束之后就要宣布的。这下可好，直接是胎死腹中。另外，对你还有2项处分决定，你听着。第一，撤销院里对你所有的重点培养规划，原本让你去空中突击旅和第4特战旅的任职和课题计划全部停止。第二，调离学院，另有任用。那是不是回老部队啊？你想得美呢！那是去哪儿？您就直说吧。去396旅1营代理营长。他们什么意思？把郭子健调到1营来当营长，那不是给咱396旅安一个定时炸弹吗？不到2天时间，这件事居然以这种方式解决，一定有其自身更深层次的理由。你处分他可以啊，你别恶心咱们呐！这是集团军和步兵学院2家单位的共同决议，必须执行啊。所以，对于我们来说，第一，服从命令；第二，抓好落实；第三才是理顺思路，稳定情绪。政委，我告诉你，他这个臭德行咱们都见识过了。你说这样的人来能没情绪吗？哎，老苏，作为代旅长，有情绪也得给我忍着啊！哎呀，我的娘！这是部队，不是外面的自由市场。再说了，这件事情一旦公布，第8集团军上上下下的官兵可都看着咱们呢。如果我们这些旅领导连这点度量都没有，今后还怎么领兵啊？那396旅在第8集团军还有什么威信？你甭跟我讲大道理，政委，我懂。就算我没情绪，参加演习的官兵呢，我就把话说在这儿。这小子来了，肯定是经常一屁股屎啊，咱们成天得给他擦。老苏，哎，我怎么听着你是对自己管理下属的水平没信心呢？啊，这话不像是从你索建安嘴里冒出来的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任何时候、任何情况下，我们都要公正客观地了解使用干部。哎，调令都下来了。服从命令了。不是老康，咱俩通个气儿啊，达成默契。这小子一身毛病啊，我想给他掰过来，咱俩好好盘盘他。只要你把情绪搂住了，我全力支持你工作。行，判他。喂，喂，哥，听外婆说你倒是当营长了，恭喜你啊！老太太那嘴也是够快的。你当营长可是咱家的大事儿，当然要广而告之啦。行了，想说什么？我听说到基层很辛苦，
的，我关心你嘛。来，给我。你说你别胡说。我当兵的还怕吃苦啊？子健，我和你外公知道你当了营长之后，非常高兴啊！啊，只有到基层去锻炼，才能成为一个好兵。你看看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不愿意听你说话，完了吧？哎呦！真是做梦也不敢这么做呀！接替我一营营长的竟然是郭子健。你小子这背后一刀也挺狠的，直接告到人家校党委去了。哼，我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他不是很能吗？这一回我倒是要好好让他瞧瞧，啊，咱们396旅到底是睡猫还是猛虎？这郭子健最大的毛病就是爱显摆，看着吧，等到了396旅，他也闲不住。我最知道该怎么对付这种人了，就得给他个下马威，让他好老实老实。哟，有主意了，很快你就知道了。同志们，此前郭子健同志啊，作为教务参谋，代表步兵学院执行与我们联合训练演习，大家早已经不再陌生了。但是从今以后啊，他的角色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如果说他之前是客，那么从今天开始啊，他就是我们396旅的一份子，而且是我们红一营的主要领导。杂强同志，到！你作为老大哥、老政工，希望你们啊能够密切合作啊，带领一营迈上新的台阶。是。郭营长，我代表一营所有的官兵，对你表示热烈的欢迎。更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，可以荣辱与共。啊，这个按说啊，一个营级干部的就职，是机关安排个交接就可以了，因为陈院长来了啊，这规格就不一样了。院长，你给大家做个指示吧。指示不敢当啊，负荆请罪还差不多。同志们，郭子健同志到一营任职，是我们学院和第8集团军的领导共同决策的。我没有权利妄加评议。我今天之所以来参加这个交接会，是受院党委的委托，专门来给我们396旅的同志们致歉的。院长，您客气了，请坐。是。坐。郭子健同志代理红一营营长，这个“代”字本身是很有意思的。一则呢，是他缺乏营一级主官领导的经验，需要锤炼；二则，是要为他此前的一些言行来买单，要负责任；第三，我希望他本人呢，能够在这个岗位上做出成绩，不要辜负学院领导和集团军首长对他的期望。第四，是骡子是马，是真金还是砖头，还必须到我们一线部队来验证验证，不是有本事光凭嘴皮子功夫就可以的。至于以后能不能拿掉这个袋子，甚至能不能被我们一营和396旅接受，这一切的一切，都要看他自己的表现和能力了。郭子健，到，你也表个态吧。首长，我就不表态了。各位领导，今后我会用行动说话，大家看我的表现吧。好，交接会就到这儿吧。报告，坐下说。是。刚才郭参谋说，哦不对，现在已经是郭营长了。你说会用实际行动来为以后表态，对吧？没错。那就好。
我向各位首长汇报一下，由于前2天的演习，我们暴露了大量的问题，再加上郭营长的提醒，身为作训科科长，我这2天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反省。报经吕首长和集团军作训处的同意，我们决定把参加演习所有的1营和2营官兵留在教导队，再进行一次实战化复盘演练。是啊，首长，我们确实是这么安排的。但是，鉴于现在1营营长位置的空缺，我们本来打算从3营或者4营协调出一位营长，来率领1营组织对抗。但现在，郭营长从天而降，这正好就帮我们解决了难题啊！刘科长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想现在就让郭子健，马上带领1营参加演练？也不是马上，正常安排呢是明天晚上进入情况，具体怎么组织，正好导调组的梁洪梁参谋还没有离开，所以我们请他和新赶来的同志参与导调。当然了，郭营长，如果你选择放弃行使1营营长的权利，那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为你安排一个观摩席位。郭营长，这就看你的意思了。索副旅长，什么事你说吧。索副旅长，郭子健同志刚刚来到我们1营，跟所有人都不认识，对于营里的情况完全不了解。这个时候你让他去指挥，我看要不然还是下。科长，这个任务我接了。郭营长，要不你也再考虑考虑。说实话，我们也备了好几套方案，不一定非得是你，不必逞强。不必。前几天的行动，我对1营已经有所了解了。那当然最好。具体的演练计划，那随后就听导调组安排吧。那好，那就择日不如撞日了。裴院长，正好咱们学员还没走，也不差这2天。这次有郭子健亲自指挥，您和学员们就留下一起观摩吧。是这样的，索副旅长，学员们呢要回校准备毕业事宜不过我本人呢可以留下来，记录这次对抗演习的整个过程，也想现场见证一下我们院校的同志究竟适合不适合部队的训练时间。郭子健，走。既然应下了战局，那就放开手，好好打，明白吗？是。相信大家都认识我，我就不自我介绍了。因为前几天那场演习，我相信很多人都不喜欢我，甚至很讨厌我。不过没关系，说句心里话，我不需要你们的喜欢。这次来1营，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组织的安排，我必须服从。但我的感受跟你们一样，不情愿。既然组织的安排不能违背，我相信你们也没这个能力能把我郭子健这个营长给撤掉。那么从今天起，希望大家能够暂时放下对我郭子健的个人恩怨，把1营这个造假营的帽子先给我摘下来。报告，说，我们不是造假营，我们是红军营、长胜营。报告完毕。没错，1营的荣誉馆，刚刚教导员带我去看过了，但那些荣誉是1营的先辈们创造的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1营这2年的比武成绩我看过了，在与2营的对抗中，只有一个结果。失败，失败，还是失败。1营的荣誉是先辈们用血汗拼杀出来的。从今天开始，为了1营的荣誉能够延续，我希望红1营的后人们能够用一次实实在在的战场拼杀，把1营的荣誉夺回来。
把二营干翻在地。我觉得营长说的非常的对。从明天晚上开始，我们是要跟二营实打实的干一仗了。怎么可能打得过二营啊？顶多输的不那么惨。就是。怎么？怂了？想认输？我刚刚在荣誉馆一直在找一个字，但是一直没找到。有谁知道是哪个字？说。对，红衣营的先辈们从来没想过，也没用过这个字。难道红衣营的后人要把这个字冠冕堂皇地贴在脸上吗？那么，不能，坚决不能。好，要的就是这句话。从今天开始，一营马上进入临战状态。对我国子监有任何个人恩怨，这是我们一营内部的事情。等打赢了这仗，我国子监任凭你们处置。是爷们儿的，动起来吧！梁参谋，大喜了！石镇华府把你事定下来了，已经来了个新营长，你想不想知道是谁？龙班长，基地这次把你调到我身边，是让你配合我工作，不是让你给我传八卦的。还有，对抗演习的细节你都捋顺了没有？梁参，你不能每天只知道工作，跟个机器人似的，这样不好。已经完成了。我跟你说，这回396旅新来的那个营长，就是步兵学的那个郭子健。吃惊吧？郭子健他本来就是研究军事指挥方面的人才，他去一营当指挥员，这有什么好吃惊的？不是，前几天不就是他把你给绑了吗？他已经跟我道过歉了，这就完啦？那不然呢？行吧，我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。不过啊，这个郭子健到了一营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。哎，梁子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怎么对他那么关心啊？我看过他的硕士论文，学术研究方面确实很出色，理念也很先进。武力值应该算是特战队员的级别吧。梁子，我不是问你这个，梁子，就是性格啊、长相啊，帅不帅？性格骄傲自大，不按常理出牌，但是口才还不错。长相，你觉得什么叫帅啊？喂，司令员好，我是梁红。集团军作训处的许处长都已经安排好了，具体的实施计划已经完备，今天晚上就会把任务部署下去。明白，请您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梁子，为什么一个小对抗能让马司令员这么重视啊？就是这个小对抗，步兵学院的首长会来观摩，集团军的领导会注目，396旅全旅的同志们都会来旁观。你说重要不重要？背对背的对抗，纯自由搏击，不错，有点意思。陈院长，你看呢？挺有针对性的，不错。许处长，看来是出手不凡呐。可不敢，这是梁参谋独立设计的，我可不敢贪功啊。哦，那就是名师出高徒了。这个设计确实挺有新意的，没想到梁参谋年纪轻轻啊，对战法战术的领悟和涉足这么深。哎呀，他要听到你这么夸他，他鼻孔得朝天了。不过这个离他完成自己的论文还差得远呢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郭子健如果有梁红一半的修养，也不至于
不说了。那这个课题就这么公布了？你觉得呢，陈院长？课随主便，没有意见。好，公布。是。 1、2营此次对抗名为新型联级战斗群山地遭遇战斗，对抗双方各自出动一支100人为基准的联级规模分队。战斗规则与以往演习一样，注意事项：对抗双方必须立足合成营现有装备和现有人员。好，基本规则梁参谋已经介绍过了。明晚8时，双方兵力开始机动，10时整，对抗正式开始。 下面，我再把对抗区域明确一下。蒋强，怎么，演习还没开始呢，准备投降了？投降？做梦吧你！我们俩好歹同学一场，又是一个部队的战友，你不请我吃个饭？ 欢迎欢迎！我们是朋友吗？不是啊，我们是敌人吗？是的。不至于吧？那么多年前的一件小事儿，到现在还记仇，你心眼儿太小了。我心眼儿就这么小。第一天认识我，我就纳了闷儿了。你在这儿有朋友吗？ 为什么非要到396旅？怎么着？想把我们这儿的水搅浑？你是怕我抢你风头？抢风头这种事情，那是你郭子健与生俱来的天赋，我甘拜下风。不过这次演习对抗，你必败无疑。是吗？那就走着瞧。郭子健。 不要以为以前你可以靠阴谋诡计取胜，以后一直也可以。396旅不是你肆意妄为的地方。像你这种人啊，也就只配跟1营这种训练水平的队伍待在一起。我不管1营以前什么样。 打从今天起，我带的1营就是396旅不可替代的王牌。郭营长，你的这种打法我真是头一次见。 一盘散沙，这仗没法打呀！董振国，到。你试试。郭营长，我们知道您在院校搞研究，这心里这弯弯绕一准很多。可你这些花花肠子能不能拿着以后再来玩？ 这明天马上就要开战了，你现在要打破1营传统的打法，这不是胡闹吗？这，营长，李松伟同志呢，是我们1营最能耐的连长，要不然就让他给我们指挥指挥。教导员，这我是想指挥来着，可你看这郭营长把我这1连拆得七零八落，这仗让我怎么打？让你怎么打，你就怎么打。是。 郭子健一上任啊，1营就是怨声载道，很多战士在背地里给他使绊子，虽然都是些小打小闹的恶作剧啊，但足以证明1营没人服他。他把人当猴耍，怎么可能有人服他？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把1营带成王牌。瞧着吧，后边还有好多笑话呢。 营长，你和这个郭子健到底是有什么仇啊？这小子满脑子阴谋诡计，
当初我跟他在一个研修班，结业的时候举办对抗比武，他跟我玩阴的，直接策反了我的一个参谋，让我失去了拿到全优学员的机会。进机关的事儿，擦肩而过。如果不是索副旅长把我调到396旅来，我真的不知道我江胜强现在在哪儿。他把这个全优学员的名额给抢了。最可恨的就是这一点，在入学之前，他刚刚调整了职务，他根本就不需要这个全优学员奖。这是损人不利己啊！这郭子健人品不怎么样，必须给他点教训。所以这次对抗，我们一定要赢，一定要让他一败涂地。营长，你这么做真的能行吗？我知道我不精通战法，但我也明白集中用兵的道理。像你这样东挑西拣的用兵，明显兵家之大忌啊！说起兵家，从古至今有哪个军事家说过一种战法是可以永久不变的？我能明白你说的这些，但确实是时间太短了。教导员，正是因为时间太短，我没有办法跟大家磨合，所以只能让他们服从命令。这次对抗，1营的主力一定是李松伟，应该还会配置一些辅助火力。徐德利，你和李松伟是老对手了，但在实力上，你一直压他一头，这回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拿下李松伟，小菜一碟。不能轻敌。周参谋说的对，咱们不能掉以轻心，在战术上一定要盯紧，不能给他们喘息的机会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走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火力配置。在群峰山区布置一个火力点。报告，二位师长，百人对抗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你说这场遭遇战会不会打成拼刺刀式的硬杠啊？我看完全有可能。某些军事大国不是一直在推进亚洛基式的战法吗？这样就看谁的兵力和火力占优了。如果仗打成这样的话，确实没什么看头了。起来！都坐吧。坐下。来，陈院长，你来，你是客人。省长请。哎，我说啊，今天虽然是一场小规模的对抗，但是会更见功夫。步兵遭遇战，双方各100人，我估计2个攻防就差不多了。有道理，但是也不尽然，关键要看用兵的人怎么设计这一仗，是吧，陈院长？我能说什么呢？现在这个郭子健呢，已经不是我的人了。报告，我无人机在敌方阵地发现，其部分重装备已进入伏击圈。他们用的果然是李松伟连队，不过他们很谨慎，也很小心。但是无人机还不行，地面侦察人员有什么发现？地面侦察人员结果暂未传回。那就等结果出来以后再行动。有没有发现对方的侦察人员？目前还没有。注意警戒。是。李连长，营长到底唱的是哪出戏？都这个点了，部队还没完成集结，我们好不容易才刚进入作战区域，又立马把我们撤出阵地，全力赶往老风口，由突击改为防守。谁说不是呢？我这也烦着呢。明明说让我挑大梁当主力，结果配了才40个人。你这儿不到40个人吧？
这不刚接到命令，又拉走了一半，你说这仗我怎么打？那你为什么没去？郭营长说了，这个地儿是这次对抗的胜负关键，让我坚守。营长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？我看就是毒药。这个学生官什么都不懂，瞎指挥。良才，怎么一点打仗的氛围都没有啊？他们都在等待最合适的战机，注意跟各岛条组之间的连接还有联通。是。报告，地面侦察人员已侦察完毕，与无人机报案时侦察结果相同。好，命令炮兵开火，摧毁敌方重装备主力，给徐大力扫清障碍，消灭李松伟。是。班长，今又叫名不虚传。哼，少拍马屁。你们几个交号了，给我老实点。怎么着？想坏规矩？我的，干活。4号。赵队。开打！大家抓紧！是。看来双方接上火了。这可不像是双方接火啊，这一看就是二营自家的火力发泄嘛。估计打击效果很快就上传了。江胜强，我了解，他不会做亏本的买卖。我就知道是什么毒药，什么战术素养，明明就是拿我的一连弹炮灰。报告，首长，打击效果已经出来了，打击有效，一营战损15%。九分队准备行动。是。打击有效，李松伟一连主力被我方重创。让徐大力加快速度突击，消灭李松伟余部。是。连长，这也没几个人，该不会是落荒而逃吧？通信员，到，打开通信装置。报营长，许连长电话。我是江胜强。报告营长，我已突击至一营阵地，但除了刚干掉的步战车及其部分兵力之外，阵地上再无他人啊！什么？漂亮！嘿，没想到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啊！散开啊！引兵！引兵！伏击人！报告营长，我连得到火力打击。是个陷阱。营长，一营阵地效力到底，我们的装备无法撤出。从地形看，只有北侧一处平坦地段。徐大力，马上向阵地北侧撤出。报营长，在我东西
2个方向，分别发现一营的突击炮车和轮式装甲车辆活动。什么意思？吴子谦想包我饺子？就他那点人，他也太自大了。通信员到。报告营长，转移途中遭遇多处工兵引爆装置，战损严重啊！战斗！到！命令预备队立即向徐大力处汇合，那里将是对方重点攻击区域。是。照这样打下去，胜负很快就会分出来了。2个连级规模的对抗，这么点人，火力一接触，不禁打呀。哎呀，这么打的，打的是不是越来越看不清楚了？嗯，有时候越看不清楚啊，没准到后面越有看头。是啊。哎，我们怎么没有接到出击的命令？是不是通讯断了？报告连长，通讯畅通，但没有指令。侦察班就位了吗？报告，已就位，正在定位目标。现在什么情况？对方正在集群火力打击，到处都是他们的装备和部队，怎么看也不像个连级规模的火力啊！好你个郭子谦，你敢违规？怎么办？1营的装备和战斗力是什么水平都在那儿摆着，他郭子谦就算违规想赢也没那么容易。命令徐大力寻找机会突围。是。4连4连，寻找机会突围，寻找机会突围。找到了，目标2营指挥所。吴三，发送坐标。明白。5角炮火打击。班长，咱不会要赢了吧？好，炮火准备。是。报告营长，我突击炮阵地遭敌侦察兵破袭，3门火炮均被其突击小队摧毁，无法完成火力压制。让工兵排派1个爆炮组，还有1个火力组，马上向吴东社小组汇合。是。李松伟那还有部分兵力，要不要先用上？江胜强一旦发现我的作战意图，会立刻做出相应的调整。一共就80号人战斗群，阵型会很快完成变化。李松伟必须要在最关键的时候才能用。不对呀，班长，没有反应啊，不会没发出去吧？不应该呀，班长。伙子，你们想办法吸引目标，延缓进入2营指挥所。是。好，我明白。营长，启训，我侦察分队掩护突击火力，干掉了对方的重火力。干得好！进！报告营长，后方有敌侦察人员活动。不是布哨了吗？为什么没有消息？可能被没收了。不能让他们对指挥所进行定位，立即派人消灭他们。是。杨参谋，到。执行第2套方案。是。报告，进来。郭营长，3教导员，经导调组通知，一营指挥所已被全部摧毁，指挥所一切功能停用，请你们马上到指挥中心集合。陈连长，接导调组通知，你营指挥所已被摧毁，指挥所一切功能停用，请您马上到指挥中心报到。吴班长，厉害呀，都摸到我指挥所来了。江长，对不住了。哼，我告诉你，你们赢的不算数。什么情况啊？我这刚到地儿啊，我们就赢了？报告，
长，首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到底谁输谁赢？现在还不是论输赢的时候，瞧瞧吧，这仗打的多热闹啊！各位首长，我也想问一下，没有指挥，这还不打成一锅粥了？现在就是要看看，营指挥所脑死亡之后，部队到底会打成什么样。连长，营指挥所断开联系，估计是电磁干扰，等一会儿再连。是。二排长，无论我这里发生什么事儿，你一个兵都不准动，不见兔子不撒鹰。所有人注意，跟上我的节奏，向西南方向突围，走。所有人注意，准备。要有底气。